大家好呀，我是小蔬果，今天想跟大家好好唠唠糯米那些事儿。一提起糯米，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场景，是不是端午节包粽子，或者过年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糯米糍粑呀？在我们小时候，糯米可是制作各种传统美食的主角，承载着满满的节日氛围和家乡的味道。不过，现在去市场买糯米，大家是不是都有点犯难了呢？因为市场上有长糯米和圆糯米两种，商家本意是为大家提供更多选择，但这反而让不少朋友，尤其是年轻一代，陷入了选择的迷茫。很多人不知道这两种糯米到底有什么区别，包粽子、做其他美食该选哪种，结果买错了，做出来的食物口感差得远，比如粽子容易散花，那可太让人沮丧了。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好好科普一下圆糯米和长糯米的区别，还有挑选和保存糯米的小妙招，让大家以后买糯米、用糯米都能得心应手。先说说圆糯米吧。圆糯米又叫金糯米，主要产地在东北地区，它的形状圆滚滚的，特别可爱。从口感上来说，圆糯米的粘性和甜度在糯米家族里算是比较低调的，没有长糯米那么突出。不过它煮熟后有一个很讨喜的特点，那就是光泽度特别好，看起来亮晶晶的，很有食欲。而且圆糯米在蒸煮过程中很坚强，不容易反生，也就是不会因为放置一段时间就变得又硬又难吃。所以圆糯米特别适合用来做酒酿汤圆、年糕之类点心。很多大厨在制作精致点心时，都偏爱用圆糯米，因为它的这些特性能让点心的口感和风味更上一层楼。但如果要用圆糯米来包粽子，那可就不太合适了，因为它的粘性不够，包出来的粽子容易散架，影响整体的口感和造型。再聊聊长糯米。长糯米又叫鲜糯，主要产地在咱们南方地区，它的形状是细长的，看起来很修长。长糯米吃起来特别糯，那种软糯的口感在嘴里化开，让人回味无穷。而且它在所有米类中的含糖率还挺高的，所以用来做咸米饭、粽子、米糕之类的美食，简直是绝配，能充分释放出糯米的香甜和软糯，让食物的味道更加浓郁。虽然长糯米的产量比圆糯米高一些，但价格却比圆糯米贵不少。不过大家可别单纯因为长糯米价格高，就认为它比圆糯米好，然后只买长糯米哦，这是不对的。圆糯米和长糯米都含有丰富的氨基酸、脂肪、糖类、钙、磷、铁、维生素 B 等营养物质，营养上没啥太大差别。大家买糯米时主要看要做什么食物，选对应的糯米就行，不用纠结价格和营养价值。那怎么才能买到优质的糯米呢？不管买圆糯米还是长糯米，首先要看颗粒，一定要买颗粒饱满的糯米，那种圆滚滚、胖乎乎的颗粒，看着就很有生命力。颜色也很关键，要选颜色呈现乳白色的糯米，这种糯米是比较新鲜的。如果糯米颜色发黑，而且碎小的糯米比较多，那可要注意了，这很可能是陈糯米，也就是仓库里存放了2-3年甚至更久的旧货。这样的糯米口感很差，吃起来干巴巴的，一点都不软糯，可千万别买。另外还要注意糯米的透明度，优质的糯米应该是乳白色不透明的颗粒。如果在买糯米时发现里面有半透明的米粒，那可要小心了，90%是掺杂了大米。大米和糯米的口感差别可大了，掺了大米的糯米用来包粽子或者做其他糯米美食，口感会大打折扣，吃起来一点都不正宗，所以这样的糯米也别买。我们还可以用手捏一捏，摸一摸，把糯米放在手心里，轻轻捏一捏，然后张开手心。如果发现手上都是碎米粒，那通常说明这糯米已经放很久了。这样的糯米不仅容易散花，吃起来口感也会很稀碎，非常难吃，也不建议大家购买。最后要闻一闻糯米的香气，如果糯米闻起来有淡淡的鲜香味，那种自然的米香扑鼻而来，说明这糯米很新鲜。但如果糯米闻着有少许的酸味，或者是馊味，那可就不好了，这说明糯米发过霉，
这样的糯米可千万别买，吃了对身体不好。长糯米和圆糯米在口感上存在显著差异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长糯米粘性较强，煮熟后，长糯米颗粒之间容易粘连在一起，具有很好的抱团性。比如在制作粽子时，长糯米能够很好的包裹住馅料，使粽子在煮熟后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，不会轻易散开。圆糯米粘性相对较弱，虽然圆糯米也有一定的粘性，但相比长糯米，其颗粒之间的粘连性较差。在制作一些需要较强粘性的食品时，圆糯米的效果可能不如长糯米。例如，用圆糯米制作的粽子在煮熟后，可能会比长糯米粽子更容易散开。长糯米口感更为软糯，长糯米的质地细腻，煮熟后入口即化，给人一种软软糯糯的感觉。这种软糯的口感，使得长糯米非常适合制作一些需要细腻口感的食品，如糯米粥、糯米团等。在这些食品中，长糯米能够充分吸收水分，变得非常柔软，吃起来口感极佳。圆糯米口感相对偏硬，圆糯米的质地较为紧实，煮熟后虽然也有一定的软糯感，但相比长糯米，其口感会稍微偏硬一些。这种偏硬的口感，使得圆糯米在制作一些需要一定嚼劲的食品时表现出色，如酒酿汤圆。圆糯米制作的汤圆在煮熟后，外皮有一定的嚼劲，不会过于软烂，吃起来更有口感。好了，现在大家都知道长糯米和圆糯米的区别，以及怎么挑选优质的糯米了吧？端午节快要到了，大家可得选对糯米，包出好吃的粽子哦。每次到节气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多买一些糯米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那包粽子剩下来的糯米，该如何保存才能长时间保持新鲜，不变质、不出虫呢？别急，我来给大家支个招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张纸巾，然后往里边加入少许的花椒粒。花椒是我们做菜时最喜欢用的一种调味品，它不仅能增加饭菜的香味和鲜味，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功效祛湿。我们把花椒像这样装好，就可以直接把它装进糯米里边了。在保存糯米的时候，往糯米里面放上一些花椒，可以排除湿气，防止糯米受潮发霉，而且花椒的刺激性味道是米虫最受不了的，堪称米虫的克星。不过，放花椒的时候，可别直接撒进糯米里，像我这样装好，或者用纱布把花椒包裹好，丢进米缸里，这样会比较干净，自己在使用糯米的时候也比较方便。最后，把袋口拴起来密封住，接着将袋子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，这样就能避免糯米长虫了。切记，放置糯米不能放在温度太高的地方，不然会导致糯米发黄，影响口感和品质。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关于糯米的选择、挑选和保存的小妙招了。大家都记住了吗？如果觉得有用，可以试试收藏转发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哦。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也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我会每天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大家也可以关注我，我会一直在这里，用美食给大家带来温暖和快乐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是小蔬果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